为了保護強強出文物體的野生動物，林業署同2021年同石虎、台灣烏羊等5種嘅野生動物，還有幾道古生嘅素材，納入生態服務給付方案裏度。去年帶有新增加嘅豬老鼠怪、鳳雀等5個物種，由政府提供生態薪水，本聽維護古生素材嘅農民，還個菜田人。按呢保育嘅成本就唔是再個由菜田人來負擔。另外，土傳統嘅過程當中，咩度都會當到困難。林秋蓮同江長明嘅報道。了也談嘅到，假也談嘅到，怪個緊叫嘅上，農業到從係啲嘅太合從容嘅。哇，老師，我們現在來到竹園了。對啊，你聽看看，這是什麼聲音？就是蛙叫了嗎？對，這就是我們今天晚上要找的豬羅樹啊。我們看能不能找得到哈。好，很熱鬧哎。對呀，他們的習慣就會聚在一起唱歌，吸引母蛙。睇嚟研究嘅20年樹怪嘅種明顯現象，行業順路臨時會嘅主人地圖，為對清暗rat當中嘅小精靈，強強為物體嘅推翻提主種豬老鼠怪。政委，政委，你有看到吧？有看到嗎？啊，在哪裡？有聽到聲不錯呢。對，這裡應該很近。這裡。哦，這裡，看到它的屁股了。豬老鼠怪提起勢，冇人過本人發現到，為點前下來，堂上親家為首。哎，秋玲，你看在那裡。哦，看到了，有哎。這是公蛙，所以它有一個鳴囊。哦。嗯。好小隻哎。對啊，它的成蛙大概就3公分、4公分左右。所以這個已經是成蛙了。對，公的，可是母的會比它大大概1-2公分哦，5、6公分，體型會很明顯的比它大很多。那如果這時候母蛙在旁邊啊，它喜歡這一隻青蛙的歌聲，它就會爬上去，然後把它背下來。原來古嘅怪個雌強下長高，係為到係吃馬嘅怪個類，不過馬嘅怪個數量非常少，可能拄到19隻公嘅怪個，就唔會拄到1隻馬嘅怪個。客家豬老鼠怪嘅哺乳，重點就係為保存佢嘅固性體。因為它一次母蛙下的卵泡哈，那個白白的卵泡，它可能有200-300顆蛋，那可以孵化成，假設我們算200隻蝌蚪，那就算都被吃掉了，剩50隻。變態成小青蛙，再死掉一半好了，還有25隻啊！所以青蛙的繁殖策略就是生很多，但是麻煩的就是如果地沒有了，這裡面可能有幾百隻就一次不見，所以我們才會跟聖偉像這樣的農友一起合作。他們如果可以把自己的田也當成豬羅樹蛙的家的話，其實豬羅樹蛙才有存在的希望。然後加上豬羅樹蛙是台灣特有種啊，全世界只有台灣有啊，台灣沒有了就絕種了。點先恢復下對加工開始做種竹筍，樹怪佢哋係從細看到大，看慣嚟，也唔會特別去注意。一直到先生來個後，長啲講原來豬老鼠怪很珍貴。上過莊老師他們的課程以後，他就覺得說他能在竹林裡面，在這邊生活，我們剛好就是從事竹筍這個產業嘛，幫他製造一些棲地還是什麼，是不會影響到我們工作還是什麼，也對我們沒有造成什麼威脅啊，所以就如果我們這樣做能夠讓它繼續繁殖下去，這樣子我們很樂意做了。那時候我們問大林鎮農會，他說大概還有800公頃的竹林，那我們想說好，那就選這裡這樣子。可是選這裡的時候也是挑戰的開始啦，因為其實筍農願不願意投入，還有筍農對保育青蛙有沒有意願，其實都還是要去溝通，所以我們就開始轉換，從青蛙研究轉換成跟在地的農友溝通，然後一直到前幾年遇到盛偉主席，還有一群農友，然後大家再透過上課啦、調查，然後也了解我們的動機，那我們就在嘉義分署那邊設計了一個叫豬羅樹蛙棲地友善管理標章。
谈起来当特别嘅票种，两下已經有20時間農用那度，大家都認真嘅為窮下為主老鼠怪，打造友善嘅個性環境。比如说里面如果很干的，要做一些水池，然后落叶不要清得太干净，然后树冠层要让它连在一起。那还有更重要的是，不能够太长，把笋子割掉，要把笋园留超过3年以上。所以这些都是农友为了保护猪罗树蛙去做的一些行动啊，其实都是一种牺牲啊，我觉得都很不容易。不過為咗保育，種種嘅都係本農民犧牲，農業部林業老自然保育署對110年開始推動生態服務給付方案，老石虎、後面岸、水漆、溶果釣、老台灣部種南業給付，由政府提供生態薪水，本部種個性素材，聽維護生態嘅生產者老居民。按樣保育成本唔在個時係做農民也係才提見來先當，窮年代就在個先增加豬老鼠怪、蜂鳥、水沙、沙龜、老長面龜兩道5種保育類野生動物。我们挑选这些物种，其实也是一个保护伞物种的概念，就是挑了这个物种，其实我们并不只是保护这个物种，而是包含它们的栖地啊，它们旁边的这些环境，还有更多的物种，其实都有一起保护到。老頭個最大嘅目標係先增加嘅5個物種，並唔係大家都熟嘅有名物種。不過強壯都係前山農田生態內嘅指標，強壯都到嚴重嘅生存威脅。實限的本應關注嘅兩棲爬蟲類、老鳥類，呢啲物種可能因為農田利用形態改變，也係受到土地開發、氣候變遷、個性體惡化呢啲環境嘅影響，都是讓大家強下來保護佢哋生存嘅素材。我們也針對棲地樣態做保護，像水田、水梯田、陸上魚塭。那我們都知道，針對棲地做保護的話，它涉及到的層面就更廣。那這個我覺得才是我們生態服務給付的一個重要的地方。從係長尾龜為宣強生態給付，除咗唔使用到便宜機械嘅除草工具，為打造有草嘅生態池也係生態狗，還會得到綠色保育票種認證領導。跑來這裡一踢就踢到，對，就會在這個區塊，它上面也有一個區塊，它就是兩邊都會有繁殖，然後它就是走旁邊的水溝。其實柴棺龜跟食蛇龜，它最喜歡的點就是說，就是我們人跟現在我們在做的作物的比鄰作物的之間這些範圍裡面，他們是最喜歡的。所以它因為有食物啊。你都喺乜解時間發現到嘅喏？攏24條，24條啊。啊，每天都會落水哦，每天。我那時常來了位行啊嚟度看啊，有上去都有上去。新北市沙田區仁安里地翡翠水庫涉水區，自己保育類動物沙龜、老長尾龜係裡面嘅領上。細隻嘅就2隻，那太隻嘅吼，可能就5、6隻，當得只當錢嗎？佢平常時喺空地內底度哦。係。哦。啊，佢要出來時節就叫佢出來，啊冇出來叫佢都在南木嗰啲邊頂。所以佢出來所有時間，就可能到佢哋比較腳隻咁樣嘅。啊，嗰個用隻那個翕相翕起來。市政府非法獵捕就是當地會嘅影響，沙龜、長尾龜、野生族群都到嚴重威脅。民國109年，翡翠水庫南岸新立嘅沙龜野生動物保護區，仁安里也第3年前新立嘅順秀區，韓國規劃4條路線停起起順來保護珍貴物種。啊，佢哋古也是東稀罕呢。對外地來講啦，你做啲牙人咧，古時候你就會提這個後岸嘅島嶼。係啊，所以我哋會去保護佢啊，唔好本人捉佢啊。就是我們神力巡守隊這3年來我們社區裡面的動物變多了，常常在馬路上常有看到山羌、藍腹鷴也有，還有竹雞啦，其他的動物像食蟹獴都看得到。我們都剛開始也要教育啊，他們不懂，
龟类不懂，习性啊，或者是栖息地啊，或者怎么样子让它营造那个基地的感觉，我们都会请专家来教。带手机啊，有时候会开那个轨迹记录一下，然后就让里长知道说我们有个群组啊，然后知道说我这个动物这个植物是在哪个地方，就有那个轨迹可以看这样子啊。他们的加入之后，除了本身对农田啊生态多样性的增加，第二个是他们自己会自发性的去巡护，甚至去推广给更多人知道。杜代老责任係政府設嘅，係政府設嘅條例，佢係水沙。民國60年前，第4版河淡水環境接上看得到。不過林業署98年開始委託調查，發現新竹之南嘅族群走出模特強強，北部是春度嘅族群也強強為模特。所以嘅題會提醒機構保住等級。那像是赤腹游蛇，它常见的栖地出现在水田、水梯田、埤塘，那这些在现代化开发的过程里面已经逐渐的消失了。那它也是我们的濒危的保育类物种。底下水沙嘅熱性族群係第5級嘅局限分布，族群數量也係非常嘅少。佢遇到嘅威脅係10年內個性體冇太超過75%，所以老幾對珍貴稀有規定做偏點切種，老台灣侮辱少數嘅等級係強容嘅。地中面山嘅馬太連天係有機會看得到水沙，林業保育署也推動生態服務給付，由政府提供生態薪水，本田保育嘅農民老財提議，農田面積喺2.2公頃之上，維持有水嘅天體，唔如除草劑、農藥，水沙機1公頃最多係發300元。兩下包含嚟台北北投富田地，土壤用湯都就是死。提升現嘅居民、農民對態土老觀念後也有了改變。像赤腹游蛇的存在，在農民的眼中，它可能並不是保育類動物這麼高貴的名字，對他們來說，可能是一種田間的不好的生物，甚至出現的時候，還會跟旁邊人說：“我的田裡面才沒有蛇嘞。”這個是一個好像我怠於整理農田的一個表現。對，所以我們生態服務給付方案進去之後，第一個最直接的就是他們的觀念的轉變，還有榮譽感。哦，原來我的田裡面出現了這些保育類物種，哦，原來我的棲地裡面有這麼多豐富的生態系，是我沒有注意的，而這些東西是我們大家是給予肯定的，甚至是可以給予獎勵的。古道嘅生態老先生保住宣告全面強項，不過兩條度嘅成本，照理當然也應該由全民來分擔。所以，公共的利益跟公共的成本這件事情本來就不應該被一個人所承擔或是去提供。所以我們認為這樣子的效益是要由全民去一起分攤，所以叫做權利共享、責任分攤這樣子的作用。不中安度林業署還會找嚟不中提醒韓國機督導嘅威脅，流行打造冇強容嘅給付方案，挑戰其實也議題。那以食蛇龜、彩冠龜為例，我們常發現它們可能同時出現在陡峭的茶園，也可能會出現在寬廣的果園。那這樣子兩個不同的形態的棲地，我們要怎麼在同一個給付方案內去提供農民去依循？這是我們設計上的挑戰。像以台灣黑熊為例，它的移動範圍可達500公里之多。所以在在推行的過程中，如果單一個地主或是比較分割破碎的土地，這些農民或者是地主沒辦法參與到的時候，那在於我們保育的這個範圍上面就會容易產生缺口。因老熱性動物強下生活地兩地土地後，轉為各種嘅年紀，當到不中都到嚟動態嘅威脅，生態服務給付增加相應嘅建議，希望為熱性動物打造很難適合嘅個性環境，提供很難完善嘅保護，同時也顧到農民生活。保育冇法度喺下處做到，一點一滴技術改變，好本熱性動物做得住都有世界生存機會。